本台消息，昨日圣音毕业班在研学时发生一起女大学生坠河事件，警方调查结果系自杀，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15年前，家族得罪了地下帮派，抽签仪式上我偷偷换下那只红签，替双胞胎妹妹江星野进入罗刹会。谁知我等了20年的姐妹重逢，却是阴阳两隔。那些逼死她的杂碎，我会一个个彻底清算。跪下！会长饶命啊！您吩咐我去迎接二小姐过来相认，可我一时糊涂，多贪了2杯，竟出了这种事儿。看在我多年跟着您的份上，求您放过我这一。求求你别杀我！我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知月小姐，你贵为会长，真的要亲自去吗？听说圣银还是江家的产业，二小姐自杀的事儿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小野不可能自杀。是，但江家似乎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更不知道你还活着。这些天为了求得我们的投资，专程赶来拜会，要不见一面，让江家带您调查。江家，从我被他们放弃的那一刻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小野的事，我信不过外人。好吧，星野小姐生前的遗物已经整理好了。小野，从明天起，我就是你，我要亲自揪出凶手，为你报仇。哎，那不是前2天坠河的江星野吗？他居然还活着，真是嫌命长，怎么还敢回来？明明是正牌千金，却一直被江可心那个私生女欺负，真是可怜啊！但要不怎么说，有了后妈之后，亲爸也变后爸了。江星野，你居然没死，真扫兴，害得我们白高兴了一场。这样也好，哥儿几个正愁你死之后拿谁找乐子呢？是啊，我们怀疑你带了违禁品，让哥几个检查检查。他们就是这样欺负星野的吗？我们可心姐可说了，你身上藏着违禁品，你是自己脱，还是让我们帮你？我真的没有，你们别冤枉我！江星野，你还敢躲了？你现在马上跪下道歉，然后抽自己10个耳光，不然老子现在就弄死你！你这双贱手不想要了？妈的，你皮又痒了是不是？快给我松手，不然可心姐知道了有你好果子吃！赶紧松开我！松开是吧？你这个贱人也敢对我动手！江星野，你疯了！他们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至于动手吗？就是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狗咬人的时候你们看热闹，如今我训狗，你们倒不乐意了，还是说你们想替他出头？从今天起，所有欺负过小野的人，我会一个一个的亲手把他们送进地狱。看来又有人得罪了可心姐。嘘，小声点，不想跟江心野一样，都快走。我让你停了吗？还差3个，继续打。可心姐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告诉老师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小妞，放眼整个圣音，谁不知道可心姐说了算？前2天跳河的那个女人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那个女人虽说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，但我从没把她放在眼里。和我抢男人，不过是给她开了点小玩笑，居然直接跳河了，真是矫情。但毕竟闹出了人命，还是亲生骨肉。万一江董查起来，怕什么？没听可心姐说吗？她就是个爹不管娘不爱的野丫头，全家从没管过她的死活，死了顶多算清理垃圾，一条贱命，一句话就能压下去。说的没错，江心野倒霉就倒霉在惹了我，别说这辈子，就算下辈子他见了我也得绕道走。可心姐，快看你身后，怎么会是她？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在圣音还没人敢管我。江星野，你居然没死，你是人是鬼？心里有鬼的人，看谁都是鬼。不愧是跳过河的人，胆子倒是变大了。敢这么和我说话，死过一次还回来找不痛快，我看你是吃苦还没吃够。可心姐，你没睡吧？我看你真是活腻了。哎呀，这次下手重了点儿。妈的一个贱人，我不信还收拾不了你！仗着圣音是江家产业，
放着外面的那些阿猫阿狗作威作福惯了，真以为没人能治你？贱种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就凭你这种垃圾，喜欢搜身，欺负同学，背后搞鬼！你刚才欠他多少？哦，想起来了，3、2、1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出了事，哥哥爸爸饶不了你。那就让他们来找我，刚好你们3个一起下去团聚。各位老板放心，我们的学生素来以文明友善、心地纯良闻名。虽说近来出了点小意外，但集团的江董此刻正在拜会罗刹会长，一切都能摆平，绝不会因为某些学生的小事而影响我们的合作。给我住手！校长，你可算来了！江星野他没死，他回来要杀了我！江星野闹了半天，你竟然没事儿？我在新闻上看到过，她不就是前几天意外坠河的那个女生吗？而且这个同学也姓江，她和江董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还有这几位同学怎么都鼻青脸肿？宋校长，你刚才不是说圣音的学生素来文明友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女儿？只是恰好同姓而已。江董向来只承认这位可心小姐被一个女生，至于他们学生闹着玩而已，不算什么。江星野，既然回来了就老实点，你瞧瞧把同学们都欺负成什么样了。没错，校长，去把他开除，就现在！原来在校长眼里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偏袒，就是所谓的教书育人。圣音还真是个文明友善的好地方。够了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要学会从自身找问题。各位老板，江同学刚经历了意外，情绪不稳定，我们之后会认真的做心理辅导。你们几个赶紧回去上课。江星野，既然你不知死活的回来了，那咱们的梁子就还在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没完。各位，圣音的确是个卧虎藏龙、别有洞天的好地方，视察的时候不妨多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有意外收获。是，他说的对，咱们多看看，多看看。小野，原来这就是你每天待的地方。这个贱人平时低三下四的，现在竟然敢对我动手，我看他真是活腻了。没错，这口恶气必须要出，得让他知道，在圣音，在江家，谁才是老大。刚回来就这么生气，看我不给你个惊喜，让你知道得罪可心姐的下场。等着看好戏吧，江心也要倒霉了。谁让他敢惹可心姐，被整也是活该。你个臭女人看什么看？自己后背长东西了，关我屁事儿！只会偷偷摸摸搞小动作的小丑，也配在我面前叫？老师，江星野上课骚扰同学，不遵守课堂纪律，应该把他赶出教室。江星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操，江心野疯了吧？是啊，他竟然敢这么对远哥，胆子也太大了。江星野，这是上课时间，课堂作品完成了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纪律？老师，我正要向您汇报作品呢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让你松手！怎么？既然弄脏了，就用你的脸擦干净。老师，作品完成，我要交作业。江星野，你这是公然破坏课堂纪律，伤害同学，你是当校规不存在吗？老师，他疯了！我压根就没找他，他竟然……我的胳膊，我就脱臼了呀！都怪我，刚好我学过接骨，来，我帮你一把。你。位置不太对，我再试试。还来！老师，我看他就是故意想又失手了，看来今天手感不好。跑什么？还没给你接上呢。够了，真是无法无天。清远同学，别害怕，老师给你做主。江星野，你现在就给我出去罚站，等候处理。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老师这么喜欢给人做主，教美术还真是屈才了。
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教务处告状，不信还没人能管你了。这节课上自习。这次是颜料，下次就是血。再敢惹我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脸是怎么一点一点烂掉的。江心野，我看你是皮又痒了，给我站住！姐姐，你看天上的云像不像我昨天画的小绵羊？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能画出全世界最好看的画。那星野就是未来最伟大的画家，那姐姐就是最伟大画家的姐姐。这里可真美，我要永远把这幕记在心里。等我以后拿了金奖，就画今天，画你，画我，画月亮，然后第一个送给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姐姐等着你送的画。这么久了，原来你一直记着，可现在画得奖了，你却不在了。这竟然是你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幅画，你的遗作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江大画家的大作吗？看看这颜色，这构图，就这玩意儿也能得奖？评委瞎了吧？可心姐说的对，这破画擦屁股都嫌硬。把画给我。切，还挺护食，一幅破画而已，给你就是了。哎呀，我也太不小心了，这么宝贝的画竟然被我毁了呢。我想你不会怪我的，对吧？反正你都死过一次了，应该不会跟我计较这种小事吧？找死！你要干什么？别怕，很快就好。佑琛哥，竟然是佑琛学长，圣婴的校草，韩氏的太子爷，学校最有名的高富帅，他怎么来了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来帮可心姐出气的，难不成是为了星野那个穷丫头？佑琛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江心野他打我，你快帮我教训他啊！是啊，学长，这疯丫头简直是无法无天，可心姐被他欺负成这样，你可得站出来说句话。山猫说，这个韩佑琛平日里和星野走得很近，两人的关系好像并不简单。星野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，你真的还活着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什么情况？佑琛学长怎么在关心那个穷丫头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不科学啊！听到你出事那天，我整个人都疯了。我在河边找了你整整1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星野，谁允许你碰我的？星野，你等等我！星野，可心姐，江星野不仅那样对你，还敢对韩学长动手，关键是学长竟然还跟在他屁股后头。这贱种回来之后，倒还真是变硬气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狂到什么时候。我交代你的，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还记得校外那伙人吗？你是说，上次你让把江星野拖进小树林的那伙人？他们可是真敢下死手的狠角色啊！我要的就是狠，这次我要让他彻底消失。刚才那一摔还不长记性。星野，前几天我外出研学，一回来就听说你出事了。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记得了，别缠着我。你该不会是生我气了吧？我承认刚才是我来晚了，要是我在场，肯定帮你教训他们，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星野，可心姐说一会儿在音乐厅等你。他找了校外的人对付你，你不要去。你刚才说，帮我好好教训他们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是啊。音乐厅一起。星野，校外那群人我见识过，听说下手可黑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从小身子骨弱，家里就我这一根独苗。废物，赶紧滚！星野，我也是为你好啊。小野，你认识的男人都是些什么货色？真不敢想，以前你一个人被欺负的时候该有多无助。
但今天这些苦，我一个个的帮你还回去。江星野，你还真敢来，我还以为你会像上次那样吓得躲起来呢。为了欢迎我，镇长倒是不小。真是没想到，你一回来就敢坏我的事儿，看来以前让你跪的还是太少了。没关系，以后就是你跪了。死过一次的人，说话都变得硬气了。佑琛哥以前他连看都不看你一眼，现在天天往你身边凑，贱坯子以为自己有副好皮囊就能把他我手里抢走的。那种废物，你稀罕，拿去便是。你给我闭嘴！圣衣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，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各位，今晚的荤菜我请了。小妹妹又见面了，想哥哥没？干脆以后跟哥混，保证让你在学校横着走。就凭你们这些垃圾，你敢骂我们？看来上次在小树林里你是没长记性啊！那个视频我们现在还留着回味呢，对不对啊，兄弟们？看来我找对人。兄弟们，那就老规矩，我先上，完事儿了你们再玩。一个人多没意思，我赶时间，不如一起吧。今天你很热情嘛，那兄弟们就不客气了，给我上！这个纹身怎么这么眼熟？难不成你是？怎么，怕了？怕你？没想到之前骂不还口打不回手的小可怜，这次还特意纹了个狗头给自己壮胆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个狗头，还挺可爱的嘛。来，让哥哥摸摸手感，好好欣赏一下。妈的，敢还手了？好脸给多了吧？别跟他废话了，这种人直接往死里打，出了事由我爸扛着。兄弟们，想吃肉的就给我上！你到底什么来头？这才几天，怎么像换了个人一样？你刚才说的视频在哪儿？这个标志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不是狗头，是狼头。你是罗刹会的人。现在知道，晚了。这么快就把那个剑种解决了？我说过，跟我作对的人没好下场。你怎么会没事？你怎么会没事？跪下！我凭什么给你跪？你好大的胆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别乱来！虽说爸不在，但我哥一会儿就到。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他饶不了你。小野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也会怕，也会抖，也会像狗一样低头求饶。从今天起，我要让他们每一天都活在你曾经的恐惧里。这个死丫头还真是蹬鼻子上脸，差点黄了投资不说，竟然还敢还手了。哥，你看我的脸，我看他眼里压根就没有你这个当哥的，更没有爸。可心，你放心，有哥在，一定替你出这口恶气。宋大德，那个剑种人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您放心，已经通知过了。对了，少爷，江董这次专程去拜会罗刹会，有没有见到他们的会长？听说那位会长还是个女的。爸说了，虽然没亲眼见到会长本人，但他手下已经答应替我们斡旋投资，这就是投资合同。如今有罗刹会撑腰，整个江城咱们就能横着走了。堂堂江大少爷，满眼都是趋炎附势，处处都是偏心偏爱，你还真是一个好哥哥。江星野，哥现在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赖在家里的贱种是怎么死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年能让你留在家里，已经是我们大发慈悲了。早知道你会变成这个混账样子，还不如当初和你那个姐姐一样送出去死了算了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难不成你还想动我？家里现在有了罗刹会撑腰，那可是江城最大的帮派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家就有了罗刹会的背书。至于你，赶紧滚去大街要饭吧。干什么？一群瞎了眼的废物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你是罗刹会的霍总，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了？不过您来的正好，
我爸刚和罗刹会签好的投资合同，竟然被他给撕毁了，我正要收拾他呢。霍总，您打我干什么？老大，我竟然叫这个贱人老大！你喊他什么？霍总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她只是我江家一个上不来台面的死丫头而已。对啊，你们是不知道她的所作所为，从小没人管教，在外面也惯了，整天和一群混混。你说谁是混混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霍总，可心她不懂事儿，口无遮拦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姓江的，同样是你的妹妹，却偏心到这种地步，未免也太厚此薄彼了。是，您教训的是。那投资合同的事儿既然被撕了，要不我让人重新打印一份，毕竟江家和罗刹会的合作才是头等大事啊。是啊，这都是他江心野干的好事儿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还敢提投资？你口口声声说江家注重精英教育，教出来的学生文明友善，结果呢？对亲生妹妹非打即骂，偏心至极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罗刹会给你这样的学校做担保，江湖上的朋友会怎么看我们？投资的事情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替会长宣布，合作取消。取消？霍总，千万不能取消啊！我爸为了这事付出了多少心血，要是因为我们兄妹俩黄了，罪过可就大了呀！罗刹会的决定从不反悔。霍总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你再敢瞒，后果自负。既然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一会儿还有课。江星野，你给我站住！谁准你走的？今天这事儿没完！都怪你，都是你搅黄了家里的合作，我倒要看看爸那边你怎么解释。放手，我就不放。今天有哥在这儿，我看你该怎么样。你个贱人，竟敢对！你这个贱种，给我站住！哥，你就这么看着他蹬鼻子上脸吗？先别闹，爸来电话了。喂，爸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才离开几天，外界的投资怎么全都被取消了？爸，这不怪我们啊，是江星野那个死丫头，她把投资合同撕了，还故意在罗刹会面前恶心我们。没错，她就是看罗刹会的人来了，趁机报复。行了，现在外界舆论都在说我江长青对儿女一碗水端不平，说江家不配办学校开公司，投资商听完全跑了。那怎么办？先把他哄回家，稳住他，就算演也要在外人面前把戏做足。凭什么要哄他？明明是他。你懂什么？等投资彻底到手，江氏集团成功上市，他还有什么用？到时候踢出去，是死是活，谁还管他？明白了，我们听你的。今晚我就回去，在我到家之前，别给我惹事儿。凭什么让他回家住？我还得低三下四求他不成？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大小姐。急什么？在外面他能翻腾，但回了家可就由不得他了。等投资到手没了利用价值，到时候还不是咱们说了算？江星野，你给我等着！回了家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芷月，真没想到江家竟然敢这么对你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要不要我去把他们灭了？我是不是吩咐过，这段时间没事别来找我？你别生气，我这次过来是有一个重要线索。星野出事那晚，有人看见一个穿圣婴校服的女生从河边急匆匆离开。圣医的学生，看清长相了吗？当时天色太暗，没有看清脸，但那个女生的胳膊上有大片淤青。杨小雅，难不成是她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别躲着了，出来吧。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我就是担心你。
你是星野的姐姐吧？既然都听到了，那我们就开门见山，说吧。我妹妹出事那晚，你为什么会在现场？你都看到些什么？我是星野最好的朋友，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他，因为我亲眼看着他站在水里没了动静，是我去晚了没能救下他。星野他是活生生被逼死的。星野从小品学兼流，江可心嫉妒他，江澄也看不起他，所以处处为难霸凌。星野身上的伤从来就没有好过。然后呢？后来，顾家少爷顾子辰看上了星野，江家为了讨好顾家，就设了个局，亲手把星野送到了顾子辰的床上。不，你不要乱来，顾子辰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？别忘了，你可是被江家亲手送过来的，这份厚礼，我岂有不收的道理？贱人，还想跑？今天我就让你体验一下做顾大少女人的滋味！畜生！更过分的是，江可心还说，他们把那晚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。第二天这件事就传遍了学校，传闻全都砸向了星野。你们是没看到，江星野被顾少扔到床上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主动，一看就是没少勾引男人干那种事儿。真的假的？他平时看着还挺单纯的。我呸！人前再怎么装，到了男人的被窝里也遮不住那股狐媚劲儿，说出来都脏耳朵，真是丢尽我们江家的人。看什么看？自己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还怕人说？继续。小野说，等熬到毕业，他就能离开这个家了。可天不遂人愿，恰逢顾家老爷子病重，顾家说请了风水先生看过，要娶星野过去冲喜，星野不肯。可他爸为了顾家的资源，逼着他退学嫁人。这件事彻底击碎了他，他真的没办法了，没有人帮他，这才选择了了断。小野，你被人凌辱，被录下视频都扛过来了，可最后真正害死你却是你最亲的父亲。那个时候你的心该有多疼？二小姐，江董吩咐接您回家。你别回去，小野受的苦，难道你也想来一遍吗？不用担心我。我记得你们杨家在江城深耕半辈子，却始终无法跻身顶流。回去等着吧，杨家会因你的善良得到奖励的。奖励？江家和顾家伤害过小野的，都给我跪在小野的坟前，一个一个的还回来。二小姐，你没事？你是兰姨？江东也真是的，不就是抱了一下可心小姐的娃娃吗？至于这么罚吗？小月不疼啊，兰姨给你捂捂，以后想哭就哭，在兰姨面前不用硬撑。这是兰姨亲手缝的，快戴上。虽然糙了点，但是暖和。二小姐，你没事就好。我听他们说你跳河了，我吓得几夜都没合眼。我没事，兰姨，让你担心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呢？我从小看着你们姐俩长大，虽说大小姐她已经，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心可真就碎了。以后千万不能想不开了，听见没有？天大的事儿都有兰姨在呢。好，我答应您，能再见到您真好。二小姐，你要是在这个家实在待不下去，兰姨在乡下还有间老房子，虽然破了点儿，但收拾收拾也能住人。你跟我走，咱们离开这儿，不受这份气了。兰姨，我不走了，更不会再想不开了。您放心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受人欺负了。哟，这才刚进家门就主仆情深上了，老东西，你一个下人不好好干活，见了本家少爷也不知道问好，倒是先巴结起这个死丫头来了，又想找打了是吧？少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有些人啊，半辈子都喂不熟。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分不清这个家谁说了算。兰姨，你在江家干了20几年，规矩也都懂。
这个死丫头迟早要滚出江家，你跟她套近乎，是打算跟她一起滚？少爷，小姐刚回来，要我说您就别。妈的，你一个下人也敢教训我！疼，胳膊断了，松手，赶紧给我撒开！反了你了！一个被赶出江家的野种，也敢在我面前摆谱！老东西，你还不滚过来帮忙？信不信我家法伺候？二小姐，你消消气，你们兄妹千万别因为我闹不开心啊！看在兰姨的面子上，就帮你接上。江星野，在外面你无法无天也就算了，回家还敢胡来！今天不废了你，我就不配做江家的长子。找死！你要对你妹妹干什么？爸，没什么，跟她开个玩笑。爸爸，求求你别赶我走，我以后一定听话。拖走。星爷啊，平安回来就好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，何必自寻短见呢？兰姨，送小姐回房歇着，寸步不离，小心伺候着。装什么装？别以为爸来了我就没办法收拾你了，走着瞧。哼，星野小姐，你千万别跟少爷硬碰硬啊，他记仇得很，回头又要找你麻烦。为了我这个老婆子得罪人，不值得。兰姨，我说了，从今天起，没人能欺负你。难得一家人这么齐，为了庆祝星野劫后余生，我约了媒体来拍全家福。见证我们的团圆，也好堵住外人的嘴。有些人啊，想死就死远点，一了百了。结果非但没死成，竟然还恬不知耻的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演这一出给谁看呢？脸皮真厚。是啊，要换作是我，可就没脸回来了。好了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爸爸，还是爸爸最疼我。可惜啊，这次出去谈生意，特意给你带来最新款的钻石项链，快戴上看看。哇，是最新的限量款！爸爸你太好了。对了，下个月我可就毕业了，海外深造的事怎么样了？那当然，爸爸托了好多关系，都是最好的商学院。等你毕业回来，直接进江氏集团当副总裁。只是可惜了，有些人连条像样的首饰都没有，更别说出国留学了。毕竟可不是谁都有福气能让爸放在心尖上疼的，真是可怜。爸，我的礼物呢？少不了你的，给你买了最新款的手表。吃完饭自己去书房拿，以后好好跟着我干，江氏迟早是你的。听见没？以后江氏都是我的。你一个没人疼没人管的野种，也配跟我们坐在一起吃饭？爸现在还能赏你口饭吃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星野啊，爸爸给你准备了不少的嫁妆，保证你嫁去胡家之后穿金戴银。你就别跟爸爸怄气了，乖乖应下这婚约吧。江董倒真是大方，给养子买名表，许了江氏继承权，给私生女送限量项链，安排海外深造，唯独逼我这个亲生女儿嫁给老东西冲喜。不过没关系，传出去不就是让人笑话一下而已。反了你了！让你嫁给顾家，难道不是为你好吗？顾家家大业大，你嫁过去就是少奶奶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你自己不识抬举，还敢反过来指责爸爸？就是不识好歹的东西。要是我，早就哭着喊着嫁给顾少了，哪怕是冲喜，也比你在这里装清高强，至少能捞到荣华富贵。不像你，除了惹爸生气，什么用都没有。你这么羡慕，那你嫁过去得了。顾家看上的是你，可惜可没你这个好运气。要我说，就别不知好歹了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对了，刚好姓顾的老东西快不行了，反正顾老夫人也缺个伴儿，你们兄妹俩一起嫁过去，正好凑一对，亲上加亲啊！够了！你给我闭嘴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是无可救药。这件事还是老样子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会派人继续和顾家交涉。江长青，既然这碗水你端不平，那我就索性连碗带桌一起砸烂。一个下人，让你多水，让你护着他，还敢掺和主子家的事，敢跟我作对！
兰姨，你说你在江家干了20年，怎么越活越不明白呢？那个野丫头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？可心小姐，二小姐毕竟也是你的姐姐，都是一个爹生的，何必要相互为难呢？你什么可惜二小姐？我再说一遍，江家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，那种贱骨头也配当我姐姐？要不是爸心软，他早就和之前那个大的一样死出江家了。可心，不用跟他废话，这种老不死的，必须要好好教训一下，不然哪天还要上桌吃饭。少爷，不要！行了，本少爷心里舒坦了，把这老东西拖出去，看着碍眼。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换做以前，江心也见了我就哆嗦，让他跪就跪，跟狗一样使唤都没事儿。现在呢，不仅敢和我们还手，还敢在爸面前阴阳怪气。一个人再怎么样，也不可能变得这么彻底吧？是有些奇怪，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对了，你记得吗？江星野还有个双胞胎姐姐，好像叫什么江直月，外界都说2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这事我知道，当年爸得罪了帮派，那丫头就被爸送了过去，但这么多年也没听到什么消息。哥，你的意思是回来的这个人不是江星野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看时间也该有消息了。少爷，查到了，查到了！快说！之前确实有人见过一个和星野小姐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经常跟帮派混在一起。更关键的是，看着地位还不低，这是当时的照片。还真是他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照片都摆在这儿了，还能有假？可心，你动动脑子。当年爸把江直月送进罗刹会的时候，她才多大？10岁。一个10岁的小丫头进了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能活到现在？别忘了咱妈当初费了多少手段，不惜得罪了罗刹会，才挤走了那个女人，成功上位。爸到现在还以为是江星野他妈惹了帮派，不然怎么会送那个大女儿出去背锅？至于送过去的人，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折磨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估计现在坟头草都2米高了。也是，可他现在怎么会和那些混混站在一起？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我们整天在学校这么整江星野，无非就是壮着胆子想找帮派的人给自己撑腰而已，谁有空搭理他呀？还不是被逼得跳了河，白费功夫。有道理，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。那这个江星野怎么办？难不成就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暴打？别忘了，当初他为什么跳河了？因为我们逼他嫁到顾家，去给顾老爷子冲喜。你的意思是？下午顾家已经来电话，婚约照旧，明天顾家会亲自上门提亲。这次必须把他看好了，他江心也从也要从，不从也要从，他的好日子不多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不小心打翻了东西。怎么会有血腥味？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小姐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是早上才来的。对啊，我们来的时候就这样了。兰姨呢？兰姨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了不让他们告诉你，结果还是……这都是谁干的？别担心我，我没事。是少爷和可心小姐，昨晚他们突然把兰姨带走，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江琛、江可心，又是你们！小姐，您别怪我多嘴，兰姨这些年为你受了多少罪，你知道吗？她什么都不让我说，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小翠，别说了，兰姨你就别藏了，这些年你对她还不够好吗？你身上的伤哪一处不是为了她？二小姐，你看看这道疤，2年前你在院子里罚跪，兰姨看不下去就劝了一嘴，结果少爷一棍子打下来，兰姨腿肿了半个月，到现在走路都不利索。还有这儿，那年你考了年级第1，惹了可心小姐不高兴，兰姨只是替你说了句话，被可心小姐从楼梯上推下来，头上缝了7针。够了，别说了，二小姐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兰姨，你都这样了还护着他，又不是卖身给江家，大家伙都劝您多少次了，你随时可以走，不受这份窝囊气。兰姨不怕疼，不怕挨打，更不怕缝针，我怕的是我走了，你一个人在这个家里，连个替你挡一下的人都没有了。兰姨，您这是何苦？不怕说出来笑话，在乡下，我那个不孝儿子的心里压根没我这个妈，但你们姐俩却从小拿我当亲人，就冲这个，
兰姨这条命怎么糟践都值。兰姨，我说过，从今天起没有人能再欺负你，这笔账我替你算。二小姐，你别去，快回来呀！琛哥，这就是你说的那只斗犬，这体格，这气势，真是绝了，不愧是杀神。那当然，黑风可是我花了大价钱搞来的。你们猜猜，这狗以前是谁的？谁的？是罗刹会长的斗犬。据说他这辈子只认会长一个人，凶得很。我没听错吧？罗刹会长的狗都能被琛哥搞到，牛逼啊！那是，我哥为了这狗可没少花钱。你们看看这气势，这才是我们江家该有的牌面。你们说，我要是能把他驯服，是不是下一个罗刹会长就是我了？琛少，您这话说的，您要是不行，那整个江城豪门里就没人能行了。您天生就是当会长的料。就凭他也想当会长，怎么大白天的就开始说梦话了？哟，咱们的江大小姐来了，怎么昨晚在小破屋里没睡好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八成是听说我这儿来了条好狗，赶着过来看热闹呢。也是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看什么都好奇。我问你，兰姨的伤是不是你打的？切，一个下人不羞不直溜，打了就打了，怎么你还想替他出头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打的？是我打的，怎么了？那老东西吃里扒外，我教训他一下，有问题吗？怎么着？你还想动手啊？也不看看你面前这是什么？黑风罗刹会会长亲自训练出来的顶级斗犬，杀红了眼谁都不认。我劝你少自讨没趣，小心我拿你给黑风开荤。琛哥，那您倒是放呀，也让咱们开开眼。你小子急什么？但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家黑风是何等尊贵，他也是挑食的，就他身上散出的穷酸味，喂狗都嫌寒碜。再说了，我爸还留着他嫁人呢。万一破了相，到时候被退货，那江家不就亏大了？也对，杀鸡焉用牛刀？要不我替您教训他，也省得麻烦您这爱犬。就是到时候把您这狗借我出去溜溜就行，也让小弟长长威风。没问题，各位瞧好了，我向来对这种废物。哥，我不懂你们和顾家的交易，但我知道，与其之后求着顾家收拾他，倒不如直接让黑风把他撕碎，省得继续在家里碍眼。黑风上！怎么回事？黑风，快上！琛哥，你不是说这是罗刹会长的斗犬吗？怎么是这副样子啊？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那人告诉我，这狗只听罗刹会长的话。没事儿，等我再调教一下，说不定就灵了。黑风，回来吧，我让你回来。黑风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说的没错，他只听会长的话。你什么意思？黑风，给我上！琛哥，你不是说这狗只听罗刹会长的吗？怎么谁的话都听，就是不听你的？闭嘴！我怎么知道？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先前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现在一个个这么狼狈啊？你先把狗弄走。乖宝，走吧，回到你该去的地方。哥，那狗怎么会这么听他的话？你不是说黑风只听他主人的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想说自己是罗刹会长吧？我可从来没说过我不是啊。你放屁！就凭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被江家扔出去的野种，也敢说自己是罗刹会长？你配吗？就是，你要是会长，我就是会长他爹。做梦吧你！可是那狗真的只听他的话呀！闭嘴！人还有认错人的时候，狗就没有吗？他江心野什么货色，你们还不了解？脑子都被狗啃了！对，肯定是狗认错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顾夫人，顾少爷，你们能亲自来我江家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江董，你们家这是遭贼了？
误会误会，小孩子闹着玩，闹着玩。江星野，这又是你干的好事吧？竟然把家里搞成这副鬼样子，你是存心让我丢脸是不是？不分青红皂白就先骂我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句，到底是眼瞎了还是心瞎了？原来你就是星野啊，还是第一次见面呢。来，让我好好看看我的未来儿媳妇。你哪位？这小妞，上次你可不是这副样子啊，该不会是又想哥哥我了？走，我再给你一点甜头尝尝。找死！顾少使不得呀！这点小事哪用您亲自动手？我一会儿狠狠收拾他！闭嘴站好！再敢乱说话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各位快请进，咱们两家的正事要紧啊！星野这孩子啊，长得可真水灵。子晨，刚才是你冒失了，还不快跟人家打个招呼？几天不见，倒是比以前多了些气质。要我说，你就别拒了，乖乖嫁给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总比你在这儿受气强。星野，顾家在江城可是大户，能嫁过去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顾少爷一表人才，对你又是一片真心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是啊，姐姐，顾家可是江城数一数二的人家，嫁过去就是少奶奶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。就是，子晨人不错，你嫁过去肯定享福。星野啊，你放心，嫁到我们顾家，阿姨一定把你当亲闺女疼，要什么就买什么。子晨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听见没？我妈都发话了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最知道疼人，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，就像那晚一样。哦，怎么个舒服法啊？当然是这样啦！臭小子，没个正形。对了，这是我专程从南山重金请来看相的玄机道长，他可是江城第一隐士，说的话可是灵验的很，刚好让他也帮忙看看。这位小姐的气场怎么和先前不太一样了？倒是这位小姐，贫道观你面相，乃是万里挑一的凤命啊！若与顾家公子结为连理，那可是上上之和啊！你说我？道长，您再看仔细些，这是我家小女儿可心，她年纪还小，还要出国留学，现在谈论婚事，怕是不太方便吧？就是，我们可心是要当海归的，道长您是不是看走眼？江董，道长说得很清楚，你家小女儿才是上上之选，难道是舍不得？别忘了我们之前说好的事情。顾太太，不是舍不得，实在是可心她年纪还小。道长，您先这边来，我有些问题想问您，稍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嘛。其实嘛，让你做我老婆也不错，毕竟江星野我也玩腻了。要不，我把你们姐妹一起收了？我就说嘛，在我们江家，星野的命是最好的。果然是道长搞错了。搞错了，道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多亏了江董提醒，贫道方才匆忙，只看了二人面相，却没有询问生辰八字。这位小姐面相虽贵，但命犯孤星，与顾少爷的八字相克。若强行婚喷，轻则家宅不宁，重则克夫啊！克夫？那不行，小爷我还没玩够呢，这婚我不结。顾少爷别急，这位小姐的面相虽说中平，但八字却与顾少爷彼此大合，这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呀！有他在，准保顾家人畜平安，灾祸全无啊！听见了吧，顾太太，道长这才是看准了，星野才是最佳人选。我们江家诚意十足，绝不会糊弄顾家。好，看来是虚惊一场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定了吧。听见没？道长说了，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，兜兜转转，还得是我来疼你。姐姐，真是太遗憾了，这么好的事儿，我是无福消受了。所以，这种事情，只凭你的一张嘴就能定下。道长还真是神通广大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没听顾太太说吗？玄机道长可是江城第一隐士，多少豪门捧着钱都请不到，你还在这挑三拣四？没错，道长都这么说了，顾家又这么有诚意，你还犹豫什么？爸，我劝你还是来硬的吧，就该给他关起来，套上嫁衣绑过去才对，别又像上次一样整出点什么幺蛾子。那好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，直接送到顾家。来人，把我绑起来，直接送到顾家。急什么？既然顾家这么有诚意，我嫁就是了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这才对嘛，早这么乖，哪还用受那些罪？放心，
嫁过来之后，我天天让你鱼仙玉似。但是我还有几个要求。第一，我要风光大嫁，明媒正娶。我要邀请全江城的媒体都来报道，让这件事传遍江城。怎么，顾家也算是江城大家，难不成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？还是说顾少爷怕外面的白月光知道？怎么会？我儿子最乖了，你的要求我们答应了。第二，我的嫁妆要这个数，排场一样不能少。这么多？怎么，爸舍不得？还是说您觉得我不值这个价？实在不行就不嫁了，我倒是无所谓。值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2样一样不能少，只要能答应，我马上嫁。还真是狮子大开口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让他等一会儿吧，反正嫁过去有他受的。既然没问题，我就先上楼准备了。闹了半天，还不是因为钱，装什么清高？这种货色，给点好脸就找不着北了。等他进了顾家的门，还不是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？顾少爷说的对，他就是欠收拾。之前在学校可嚣张了，您可得好好治治他。顾少爷手段高明，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蹦跶得起来。道长，这婚事既然定下了，那规矩您不妨再给江董交代清楚。顾家主命格将尽，唯有以极阴之命的新娘冲喜方能续命。贫道已推演过，此女八字与顾家主相合，正是天选之人。但冲喜之礼必须圆满。道长，请明示。婚礼之后，新娘必须进关入土，以命换命，方能为主家续寿10年。什么？此乃古法，不可违逆。若出了差错，不仅顾家主命保不住，还会反噬主家，大祸临头啊！好啊，这对我们2家来说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毕竟换作往常，这种货色根本不会入我们的眼。若不是家里那位得了病，哪能轮得到她？反正她嫁进来就是顾家的人了，死活都由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就她这样的，能给我家老爷子续命，也算物尽其用了。玩够了再埋，这买值。顾太太，那先前说好的，咱们2家的合作，放心，只要婚事办妥，该给的1分不会少。那是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只要她离开江家，是死是活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，任凭你们处置。顾夫人放心，我们绝不干涉。哥，这招可太妙了。既能借顾家的手除掉他，又拿下了投资和订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来，大家以茶代酒，庆祝合作愉快。随官入土，以命换命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跟我们没关系了。玩够了再买，不亏。是婚宴还是灵堂，你们早晚会知道。小野，到那天，我会让全城为你送葬。会长，那顾家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娶您？真是不知好歹。是啊，您什么时候做过如此屈尊的事儿？三思啊！知月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打算，但顾家那群人不值得你亲自涉险，而且明天人多眼杂，万一出了岔子……不用劝我，我要的就是热闹。我要让全江城都看看顾家和江家到底是一副什么嘴脸。把人带进来。真是放肆！本县长也是你们随意绑的。我现在可是顾家的座上宾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你们到底是谁？都说玄机道长神通广大，既然这么厉害，那就算一下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请你来的人又是谁？原来是个姑娘，怎么，莫不是想请贫道来看看姻缘？还是说你仰慕贫道的威名，想结识一下贫道啊？来，咱们坦诚相见吧，把眼罩摘了，让贫道好好看看你。你还敢踹我？怎么这么多人？这里是……你不是顾家用来冲喜的那个剑种吗？你怎么这里是罗刹会？大胆！坐在你面前的就是罗刹会长。你是会长？道长还真是好雅兴啊！白天在外面装神弄鬼，晚上就来酒吧寻欢作乐，日子过得倒是滋润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，冲喜这件事是谁让你干的？这顾家主的确是命数将近，贫道也是按命理推算而来啊。是吗？看来你的命数也到头了。我说，是江长青。当时他把我叫走，
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把你给推出去。但起初我也没想到，顾家为了给老爷子续命，连这种丧良心的事儿都做得出来呀！真是可恶！为了钱，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，真该把你千刀万剐！我也是收钱办事啊！求您大人大量，饶了我这条狗命吧！你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就彻底断了小野的活路。你说，你该不该？小野，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是江星野？拖下去！芷月，看来这顾家和江家一样，全都死不足惜。看来婚礼之前，我还得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明天就是顾家大喜的日子，既然好事将近，那我作为儿媳，自然要给未来公公送一份大礼。明天就是我顾家大喜的日子了，家里都安排好了。老爷放心，少爷那边一切就绪。玄机道长说了，等新娘子进了门，拜完堂，那就是入关的吉时。好，等那新媳妇入了土，我这条命就能续上了，我就能活了。玄机道长神通广大，他这么说一定没问题。老爷您就安心养着，明天过后保管您身子骨一天比一天硬了。啊？你不是准备入门的新娘子吗？这个时间不去准备明天的婚礼，来这里干什么？难得我未来公公这么操心，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儿媳妇的事，所以我今天特意过来，亲手送上我的嫁妆。送嫁妆，算你懂事儿，知道嫁进顾家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行，东西放下，人可以走了。明天老老实实结婚，别给我丢人就行。你就不想先看看我送的是什么？一个被江家扔出去的丫头，能送什么好东西？不过既然你有这份孝心，就拿出来瞧瞧吧。你竟然！江董，可算等到您了。今天江顾两家联姻，这可是咱们江城天大的喜事啊！以后江家飞黄腾达了，您可得带带我们这些老兄弟。好说好说，那也是顾家看得起我们，我们自然也不能让人家失望。瞧瞧您这一对儿女，真是人中龙凤。说起来，要不是沾了少爷小姐的光，哪轮得到她江心也嫁入顾家？各位也别这么说，姐姐。虽说她在家不受重视，但我也希望她嫁人以后能安分守己，别给两家丢脸就好。看看，这才是大家闺秀，和那个动不动就跳河的死丫头根本没法比。要我说，江家真正的千金还得是可心小姐。也是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以后江家的门楣还得靠可心小姐您和陈少撑着。陈少，今天可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还来找我们啊？就不怕新娘子吃醋？就他，要不是我爸看中他的八字，他那种货色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那您要是娶了她，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？陈少该不会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吧？急什么？你们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。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次婚礼就是为了冲喜，只要把江星也塞进棺材里埋了，能给我爸续命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可真坏！听说你要娶别人了，我整整哭了好几天呢。放心吧，只要我爸多活一天，顾家的生意就断不了，我顾大少就能在江城横着走一天。到时候咱们就接着享福，接着玩。来，先提前庆祝一下，祝我爸长命百岁，也祝我们几个以后啊其乐无穷。子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胡混？别忘了我们的正事儿。妈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不都安排好了吗？时间一到，仪式一办，顺手把人一埋，万事大吉。等爸彻底康复了，咱们顾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夫人，少爷，不好了！医院刚才来电话说老爷不见了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人好好的怎么就不见了？夫人，医院那边说是一个自称顾家儿媳妇的人把老爷子给接走了。江星野，他又要闹什么幺蛾子？怎么还专门把人给接走了？嗨，吓我一跳！我当时出什么事儿了？八成是他想趁机表现一下自己，去讨好我爸。讨好？妈，你不懂，这种从小不受重视的窝囊废，如今能嫁进顾家一飞冲天，他巴不得找机会上赶着献殷勤，好让爸高看他一眼。哼，不就是想当舔狗表忠心吗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。我爸能瞧得上他？原来是这样，戏还真多。
只要不耽误婚礼，什么都好说。反正已经是要4的人了，既然这么想伺候人，那就由他去吧。行了妈，婚礼要开始了，我们赶紧上去吧。一会儿我还约了哥们儿出去玩呢。宝贝儿们，快去房间乖乖等着，我上去结个婚就来找你们，咱们继续嗨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过了今天，就再也没有碍眼的人出现了。可不是嘛，有些人啊，活该就是被踩的命。江家马上就干净了。各位来宾，良辰已到，婚礼现在开始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新郎登场。今天新郎帅不帅？帅！很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万众瞩目的新娘入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大喜的日子怎么穿着丧服，手里还抱了个骨灰盒？等等，你看盒子上的遗照，怎么是他自己？江心野，你疯了吧？穿成这样来砸场子，是嫌自己死得不够透，还是嫌江家的脸丢的不够多？真是活腻了！大喜的日子捧个骨灰盒来，别忘了，你现在是代表江家的脸面。妈的，江星野，我看你是存心想恶心我是吧？江长青，你们江家到底什么意思？先前商量好的事情，大喜之日闹这一出，我们顾家的脸你也敢踩？江星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岂能容得你胡闹？赶紧去把衣服给换了，给我老老实实的结婚。你要是再敢出幺蛾子，我饶不了你！我今天只是想来送我的妹妹最后一程。怎么，在你们眼里，送葬就成了胡闹？那你们逼死她的时候，又算什么？送她妹妹？难道她说的是可心小姐？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？什么叫送我最后一程？你的意思是这骨灰盒里装的是我？我呸！你在这说什么丧气话？就是一个被全家嫌亲戚的臭女人，在这演什么姐妹情深，竟然还敢当众咒可心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还真是自以为是。爸，好久不见啊！什么好久不见？早上不是刚见过？你赶紧给我滚下去，别在这儿给我丢人！早上和您见面的是小野，不是我。你该不会是忘了自己到底有几个孩子吧？还是说您从来就没记得过？你说什么胡话？不就是你们几个？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是小月，你没死啊？你怎么还活着？而且还出现在这儿？这不可能！托您的福，我命硬，阎王爷不收，地狱也不敢留，就是为了让我回来，亲眼看看你们这些人到底能落得个什么下场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您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就是啊，爸，她真的是那个被您送走的大女儿。怎么，江可心，10几年不见，连姐姐都不会叫了？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谁要跟你重新认识？一个被赶出去的野种，也配当我姐姐？就算你是江直月又怎么样？江家早就没有你的位置了，你回来也是自取其辱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就算你回来了，今天是你双胞胎妹妹的婚礼，你穿成这样来砸场子，存心要让江家难堪是不是？等等，如果你是江直月的话，那江星野他……小野他那晚已经死了，这一切都是你们逼的，是你们让他受尽屈辱，无处可逃，无路可走，无人在乎。今天我要替他讨回公道。什么？他说江心已经死了？我昨天还在报纸上看见江董发出的全家福呢。喜宴变灵堂，这到底是有多大仇多大怨啊？今天江城所有的名流都在，正好就让大家都看看这偌大的顾家到底是一副什么嘴脸。顾家表面风光，背地里干的却是丧尽天良的勾当。为了给自家的老东西续命，逼我妹妹嫁给那个纨绔冲喜，拜完堂就要塞进棺材活埋，一步步逼死小野。这就是你们顾家的仁义道德。活埋？这怎么可能？
顾家可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呀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是啊，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这事儿要是真的，也太丧心病狂了。切，怪不得刚才气氛怪怪的，今天这哪是喜事，分明是要人命啊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婚礼已经开始了，你现在就是我顾家的新娘，不管你是不是江心，更不管你到底想干什么，我顾家做的决定，还没人能反抗。今天这个喜，你冲也得冲，不冲也得冲。来人，把东西抬上来。棺材，还真的有棺材，冲喜这事是真的。天哪，他们真的准备活埋新娘子，他们疯了吧？没错，进了我顾家的门，生死都由我们说了算。我们家大父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，为了他，今天你必须进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塞进棺材。我的好爸爸，这么久没见，现在他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欺负你的女儿，难道你就不管管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娘家怎么处理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于情于理，我都不能插手。好一个于情于理！都别愣着了，打开棺材，把他给我塞进去。少爷，里面怎么了？光天化日的还能看见鬼了不成？爸。老顾，怎么会？你们把他怎么了？棺材里怎么躺着顾老爷子？天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臭女人，你对我爸做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去送了个嫁妆而已。顾家送了我妹妹一口棺材，礼尚往来，我还你们一口，很公平吧？棺材，你什么意思？放心，你会亲眼看着明天的一切，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。凡事讲究个礼尚往来，既然顾家给小野准备了一口，那我这做姐姐的也不能少了礼数。这口是我替星野还给你的。姐姐，难道你是江家的大女儿？你不是已经死在帮派里了吗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医生，快帮我叫医生！我可以不找江家，我马上宣布婚约取消，求你救救我！换一个，你这种老东西还想祸害别人？罗刹会，请顾家主安然上路。顾子辰，我江家的嫁妆带来了，不知道你还满意吗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要跟你拼命！妈，你醒醒！爸，事情闹大了，要不我们先躲远点。杀了我爸，我要你偿命！今天你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！来人，都给我进来，把这个疯女人拿下！我可没有动他，他做了这么丧尽天良的事，老天爷看不下去，亲手收了他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江之月，你少放屁！就是你害死了顾老爷子，你在这装什么无辜？就是顾家对我们江家恩重如山，你这么做天理不容。顾少，这件事和我们可没有关系，你快把他拿下，好好教训一顿。都给我上，把这个扫把星给我拿下！先打断他的腿，我看他还怎么嚣张！妈的，我还就不信了！都给我上，一起上，弄死他！谁拿下他，老子赏1000万！罗刹会在此，我看谁敢动！是罗刹会的人，他们怎么来了？罗刹会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顾家的事和你们没有关系。动他，就是不行。好啊，连罗刹会的人都能喊来，但我顾家也不是吃素的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，为老爷子报仇！江之月，你别得意，这次老子被你阴了。江之月，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百倍偿还。会长，这些人要怎么处理？让他们给我好好跪着，
稽查队马上就到，欠小野的一桩桩一件件，全都慢慢算。会长，你刚才叫他会长，他就是罗刹会长。稽查队办案，所有人不许动。顾子辰，你对江心妍施暴的证据已经被搜集完整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江之月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要你偿命！贱人，你害死我丈夫，毁了我顾家，老天爷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遭报应吧！爸，这下怎么办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们先走。小野，你看到了吗？顾家没了，你的那些屈辱，姐姐帮你洗掉了。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礼物。会长，接下来您怎么打算？要不要我带人去抄了江家？你才是江家之主。那样就太便宜他们了。顾家虽然没了，但江家对星野的所作所为，一样也是杀人凶手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要继续留在江家，但如今不光是为了小野，更是为了我自己，那个童年时期哭到绝望、跪到膝盖流血、被亲生父亲像垃圾一样扔掉的自己。这些年，江琛和江可云拥有了一切家产、地位、宠爱，而我和小野却被当成垃圾一样扔掉。这次，不只是为了小野，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。好，我听您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永远都在。上刀山，下火海，我霍萧绝不皱一下眉头。蓝姨，我回来了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不是小野，你是小月，真的是小月。是我，抱歉蓝姨，之前我隐瞒身份，假扮成小野，是为了查清他坠河的真相，替他报仇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只是可惜了，星野小姐要是知道你还活着，她该多高兴啊！都过去了，蓝姨，他们人呢？都在里面。小月，他们的脸色可不好看，您可得小心点儿。放心，该小心的人不是我。没想到啊，江直月那个死丫头竟然还活着，甚至还认识罗刹会的人。认识？爸，你也太抬举他了吧？就他那种从小被扔进帮派的货色，顶多就是给那群混混跑腿打杂的，指不定被多少人包养过呢。哥说的对，在那种地方长大的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怪不得整天喊打喊杀，原来是个小太妹，上不了台面的贱种。可无论如何，有一条是确定的，他能和罗刹会搭上线。爸，您什么意思？之前我去罗刹会，连会长的面都没见着，吃了闭门羹。但现在江直月不仅回来了，甚至还认识罗刹会的人，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！您该不会是想利用他去谈投资吧？没错，一会儿见到他，都给我好好配合。谁要是坏了我的事儿，我饶不了他。小月啊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刚才场面太乱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等我干什么？等我回来继续听你们骂我野种。瞧你说的，这么多年没见，爸这心里后悔啊！当年的事到这还能再见到你，是爸糊涂。你不知道这些年爸有多想你，多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还有星野那孩子，也是爸没保护好他，你能原谅爸爸吗？别绕弯子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小月啊，久别重逢，爸想好好补偿你。公司总监的职位空缺，爸想让你来担任，你愿意吗？他们舍得？哼，既然爸都这么说了，我们能有什么意见？给你就是了。只是明天就是江城的投资大会，也是我们和罗刹会谈判的最后期限。如果再得不到他们的帮助，上市的事情就彻底泡汤了。小月啊，你能不能帮爸牵个线？算盘桌子都崩到我脸上了，想利用我去拉投资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猎人。好啊，但我也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，只要爸能做到，什么都答应你。如果我做到了，他们两个的股份都归我。我呸！你还敢打我们的主意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真是得寸进尺，给你个总监当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现在竟然还狮子大开口，你配吗？看样子他们并不愿意。慢着！好，
爸爸答应你。爸，你怎么能答应他？就是啊，他刚回来，凭什么要分走我们的东西？这件事我们不同意。都给我闭嘴！小月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只要你明天能拿到罗刹会的投资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好，那我去准备了，记住你说的话。爸，您疯了吗？那可是我们的股份，是妈留给我们的，凭什么给他？是啊，爸，您就这么答应了那个野种？你们懂什么？事情办成之前，这些许诺无非只是空话而已。等投资到手，我马上把他踹出去，到时候股份还是你们的。别忘了，江家是我江长青的，谁走谁留，只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。我现在就去走程序，你们两个再忍忍吧。爸，哥，你看爸那个态度，要是真让他办成了，那我们可怎么办？这个江芷月还真是比江心也难对付，我们现在算是进退两难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笑什么？哥，我有个主意，她江芷月再野再横，也终究是个女人。既然是女人，就一定会犯女人容易犯的错。有琛哥，你这通电话来的正好，有事需要你帮我，一会儿见。是有琛学长，韩氏的太子爷，好帅啊！太帅了吧！学长本人比照片还帅100倍，我要晕了。韩小草，快看这边，下一个。有琛哥，这边。等很久了。没有，我也刚到。有琛哥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3周年的纪念日，你还记得吗？只是你还没有对外公开我。每次看到那些女生围着你表白，我心里都特别难受。我真的很想告诉全世界，你就是我江可心的男朋友。当然记得，我们的事情怎么会忘呢？可心，你也知道，韩家在江城是顶级财团，但最近的债务危机实在是棘手，我不想因为这些私事影响舆论，被外界大做文章。你会理解我的，对吧？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有琛哥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我只是太爱你了。放心吧，等韩氏稳定下来，我马上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到时候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韩有琛的女人。好，对了，有琛哥，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让你帮我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有件事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爸想让江家出手相助，希望你能拿出你的股份，帮我过渡一下。那正好，全都对上了。你恐怕还不知道，明天上午就是江家和罗刹会的投资大会，到时候罗刹会长也会亲自出席。可爸竟然让江芷月去谈，甚至还想拿走我和哥的股份。万一这次他成功了，我还怎么帮你？江董让我来接二小姐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江芷月，她一个外面长大的野丫头，凭什么？有琛哥，你不知道，爸今天还说要把总监的位置给他，那本来是我的，所以为了我也为了你，这件事你必须要帮我。你希望我做什么？有琛哥，我们两个在一起3年，我的那些股份自然也是你的。但如果江芷月在江家站稳了脚跟，韩家的事情他还会管吗？而且，有琛哥，以你的魅力，你的颜值，哪个女人能抵挡得住？所以，你是要我去勾引江芷月？这个蠢女人到底拿我当什么呢？要不是她手里的江家股份对我有用，我早就把她甩了。怎么还会留她在身边3年？有琛哥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我怎么舍得让她真的得到你呢？只是逢场作戏罢了，你可不能真的爱上她。江芷月那种女人，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眼？你看，这是我找人定制的微型摄像头，你今晚找个机会把她约到房间，拍下她被你迷得神魂颠倒的样子，到时候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她江芷月和江星也一样，也是个不入流的贱胚子。等把她赶出去，我手里的江氏股份不就是你的股份吗？韩家的困难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。算了，就当是为韩家，大不了豁出去了。好，为了你，我愿意自降身段。不过说好了，只是演戏。还是你对我好，有琛哥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人。放心吧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别的女人我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天啊，二小姐要陷害大小姐，不行，我要赶快告诉她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快看，就是她。虽说是江董的大女儿，可打小就被扔到外面自生自灭，染了一身恶习，现在居然还有脸回来。看她那身打扮，土里土气的，让这种废人来负责对接罗刹会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江家这是没人了吗？你们2个是我的人吧？过来。你别有什么好怕的？一个不被待见的野种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怎么着，江总监，不会刚来就想拿我们立威吧？我的脸，烫死我了！记住，下次再让我听到半句闲话，后果不止如此。小鱼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兰姨，怎么了？您慢慢说。小月，
这就是我听到的一切。二小姐心思重，你这次被江董委以重任，她肯定有怨言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能上当。原来韩佑琛和江可心真的有关系，一个在明处欺辱，一个在暗处算计，想用这种下作手段来对付我，也太天真了。兰姨，谢谢您来告诉我这些。您放心，等我把该做的事情做完，我就接您出去，让您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用在江家受那些窝囊气。大小姐，兰姨不要什么好日子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了，您先回去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等一下，刚说完就来了，还真是等不及。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韩少爷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事吗？顾家发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果然不是江星野。果然？难道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？只约到你可能不信，从我在美术教室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就明白了，你和江星野根本就不一样。我韩佑琛这辈子身后追随者无数，但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女生，更没有过这种感觉。这几天我脑子里想的全是你。韩少爷的脑子里装的女生可真不少。不是的，我永远都相信一见钟情。知月，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为了你，外面那些花花绿绿我都可以放弃。真是可惜了，这么好看的皮囊，却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，不睡白不睡。行啊，808等我。听见了吗？那个野种已经开始动摇了。佑琛哥的魅力，果然没有女人能挡得住。你还真是舍得，竟然让自己的男朋友去勾引别的女人，就不怕假戏真做？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。再说了，我相信佑琛哥，江直月那种货色他看不上。也是，一个从小在黑帮混大的野种，拿什么跟你这种大家闺秀相比？只要能录下江直月的视频，就算是成功一半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你还要干什么？我刚得到小道消息，听说罗刹会长已经下榻这家酒店，明天不仅能顺利拿下组长，先江直月一步。可是我们都没见过会长啊，怎么找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去前台查一下房间号就好了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你马上辞职，我们离开江城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过上属于我们的二人世界，好吗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演戏，那我就陪你演到底。好啊，既然你说你喜欢我，那好，亲我。亲你？可是我们才……这太快了吧？难不成你刚才的话都是骗我的？其实仔细看，这江直月倒真和江星也不一样，这张脸冷是冷，越有味道，甚至比江可心还多了几分姿色。要真能春宵一刻，倒也不算吃亏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这副皮囊真是不错，既然送上门来，可不能白白浪费了。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急什么？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我们呢也要一点一点的来，你说对吗？这女人真会给人惊喜，又冷又撩，比江可心有意思多了。那你说今晚你想怎么享受，我都奉陪到底。你干什么？韩少爷，你连我的身份都不清楚，就敢往上扑？身份？你不就是江家的大小姐吗？没记错的话，韩家最近遇到了点困难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，还能帮你还。你一个被江家扔出去的丫头，连这种胡话都说得出来。放眼江城，除了罗刹会，还没人敢说出这种大话。霍萧，韩氏集团最近的债务，给他们延期1个月。明白，会长，我这就去办。喂，我是韩佑琛。导演，好消息！刚才罗刹会那边突然来电话，说我们那笔到期的债务可以延期1个月。1个月啊！这家公司可算是有喘息的机会了。你真的是罗刹会长？怎么不像？延期1个月，不过是打个电话的事。只要你听话，你们韩家所有的债务免除也不是问题。会长，我信了，我韩佑琛以后就是您的人，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哦，那我要是说想让你当我的狗，我当，能当罗刹会长的狗，是我韩佑琛的荣幸。我乖。对了，那江可心怎么了？别理他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私生女出身，也配跟您比？会长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真是个软骨头。不过算了，你长得倒也算是人间极品。我累了，抱我上床，今晚必须对我言听计从。江可心，这么久没见，竟然亲手送来这么大一份见面礼，
那我这个做姐姐的可就照单全收了。听说罗刹会长现在就在酒店，人在哪个房间？抱歉，住客信息是隐私，不能随便透露的，更何况是会长那种大人物。你他妈好好看看我是谁，江家大少！你个破服务员还敢跟我们多嘴？信不信我让你明天就滚蛋？江大少，原来是您。可是新来的江总监有规定，真的不能随意透露啊。你应该知道，明天的投资大会是我们江家主办，由江家负责。江总监又是我姐姐，能出什么岔子？再说了，我们这么晚了来找会长，肯定是有很紧急的事情。如果耽误了大事儿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不敢。好吧，我帮你们查。查到了，会长的房间在……滚开！我们自己看。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了，哥？江直月，他是会长。哥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可能是会长？可惜你先别慌，你好好想想，江直月现在是总监，所有准备工作都是他来做。我猜啊，80%所有房间都他是统一开好的，只是登记了他的名字而已。别自己吓自己。也是，他那种从小被扔出去的货色，怎么可能是罗刹会长？今晚全靠你了，拿回一切，更上一层楼，看你表现了。放心吧，哥，凭我的容貌气质，长夜漫漫，会长身边定然缺不了一个贴心相伴的人。等我成功得到会长的看重，江直月也就再没有半点用处了。他还敢算计我们，我定会把他逐出江家，让他主动低头认错。好，去吧，哥等你的好消息。人上去了，记得吩咐给你的事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是江小姐吧？门没锁。果然，会长早就注意到我了，看来他对我也很感兴趣。我就说嘛，就凭我这模样，哪个男人能拒绝？江直月，你就等着哭吧。您就是罗刹会的会长？会长，我是江可心，已经仰慕您很久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您本人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是吗？我看是为了明天的投资吧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着来陪陪您，毕竟这么晚了，投资什么的哪比得上见心上人重要？没关系，这种投资也不过就是我一句话的事而已，都是成年人。先把衣服脱了吧。会长，您真坏。我才刚进来，您就这么着急，人家还没准备好呢。怎么，不是说仰慕已久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今晚好好陪我，明天的投资一切都好说。会长，我只是没想到您这么有威严，真是气宇轩昂。小嘴真甜，来吧。不愿意？这个恶心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愿意？可是如果现在翻脸，明天的投资就全完了。不光这边没法交代，江直月那个贱人更会趁机踩我一脚。不行，事到如今，只能硬着头皮硬上。会长，人家只是害羞嘛，您别生气。这才怪。去床上，今晚让你见见我的本事。会长，能不能把灯关了？事可真多，少废话。直月，你这就走了？不然呢？等你给我做早餐。韩少爷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直月，昨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说让我跟了你，我可是认真的。认真的？韩少爷，你认真过的女人能从这儿排到大街上吧？那是以前，从昨晚开始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你答应过的啊。韩有琛，你搞清楚，昨晚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我不过是顺手收下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这是你的辛苦费，够你一次了吧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鸭子？
我韩有琛在你眼里就值这点钱？难道不是吗？芷月，你等等我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我是真的喜欢你啊！韩少爷，这么着急找我们会长有事吗？都起开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你们会长的男人，别拦我。芷月，你等等我。会长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，兄弟们，给我打！江董，听说昨晚令千金和罗刹会长相谈甚欢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是啊，在江城能见到会长的人可是屈指可数，更别说能被他特意点名见面的。可心小姐真是优秀，江家必定一飞冲天啊！哪里，是小女运气好，承蒙会长抬爱而已，不值一提。会长人很好的，对我特别照顾，他看我的眼神可都透着怜爱呢。哎呀，江家有您这样的女儿，那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以后可别忘了提携我们这些老兄弟啊。那是自然，我们江家从来不忘老朋友。等投资一到手，江氏股价翻番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发财。陈少大气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江总监吗？怎么来蹭饭的？昨晚布置会场干那些杂货，累坏了吧？不过嘛，有些人忙死忙活，也就是个跑腿的命。今天的主角不是你，芷月啊，本来还想着让你替家里对接罗刹会，但现在我们改主意了，会长这边有可心在就行了，至于你就别往前凑了，免得丢人。哦，有他就行了。会长什么时候说要投资你们江家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江芷月，就算你认识罗刹会又怎么样？说到底也只是一个跑腿的马仔。没错，实话告诉你，昨晚我已经见过会长了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还度过了难忘的一晚。你一个勾搭混混的野种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叫嚣？赶紧滚！会长，你可来了，我在这儿。会长，您可来了，我在这儿都等您好久。可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昨晚已经拜会过了吗？他怎么不理你？就是啊，难不成是出了什么岔子？岔子不应该啊！我知道了，毕竟这种场合不能掺杂儿女私情，要以正事为重，所以才刻意不理我的。他私下对我可好了，你们不知道，昨晚他还夸我懂事呢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各位来宾，感谢莅临。接下来，我将代表罗刹会宣布本轮获得投资的公司。江董，我们在这儿就提前恭喜您了。江城科技集团1亿元，北方实业2亿元，盛达地产3亿元。江芷月，看见了吗？会长出手就是大方，你一个底层贱种也配替我们江家搭线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就是，等投资1000，你就彻底没用了，马上给我滚蛋！芷月，哥哥妹妹们话糙理不糙，我们江家不养闲人。等今天的事办完，你就自己走吧，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，总监一职还是交给可心吧。别啊，名单还没读完呢，万一有什么意外呢？意外？能有什么意外？会长昨晚可是亲口答应我的，名单上怎么可能没有江家？你就等着被打脸吧。杨氏集团3亿元。杨氏集团？那不是杨小雅家吗？他们那种垃圾货色怎么也会被选中？以上就是本轮被选中的所有企业，恭喜各位！这就没了，连常年垫底的杨家都能被选中，怎么会没有我们？可心，怎么回事？可心小姐不是说已经和会长谈好了吗？怎么名单上没有江家？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可心，你不是说会长已经亲口答应你了吗？应该是事出突然，没有来得及加上名单吧。别急，我去问问就是了。会长，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昨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江可心，你找错人了吧？和我的司机说这些干什么？他一个开车的，能给你什么承诺？司机，你们昨晚睡得还不错吧？这是我的司机阿彪，45岁，离过2次婚，有2个孩子，配江家2小姐，档次刚刚好。我呸！江芷月，你胆子可真大，竟然敢当面这么说会长！会长，您快管管他，他就是个疯子！多谢您昨晚的赏赐，太舒坦了。以后这种白嫖的活您还交给我，我阿彪随叫随到。什么？白嫖？小妞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会长？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扑上来的，好不好？我连手都没伸，你就自己脱衣服了，怪谁？原来他不是会长，
那昨晚他岂不是白送了？江家二小姐还真是活菩萨，主动现身给人家司机，还以为是会长呢，这也太丢脸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会长，那我昨天岂不是……江直月，可心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居然这么害她！没错，可心这么单纯，你怎么下得去手的？单纯。昨晚在床上，她可比谁都主动。我在厂子里都没见过这么熟练的女人，那叫单纯，这是饥渴。看到了吧，当事人都这么说了，只有试过才知道。你闭嘴，江直月，你得意的太早了，别以为你赢了。昨晚你在房间跪下求佑森哥的视频全在这里面。你不是清高吗？我倒要让在场的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对，把视频放出来，让大家都看看他江直月是个什么骚货。还有视频看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可不是嘛，今天这戏比电视剧还精彩。主人，我学的像吗？我比江可心听话多了，她就是个私生女，我早就想甩了她了。我的天，这不是韩家少爷吗？他竟然跪在地上学狗叫！这也太打脸了吧？这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啊？不可能，佑琛哥他怎么可能这样对你？这视频是假的，一定是你动了手脚。佑琛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告诉大家，那视频是假的，是江直月陷害你的，你快说啊！给我滚开！十月，这辈子我都是你的人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能不要我。佑琛哥，你怎么这么对他？你疯了吗？江可心，昨天你送我的礼物我收下了，你的男朋友长得还行，用起来也顺手，谢了，我的好妹妹。佑琛哥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难道你真的跟他？你忘了你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吗？十月，你别听他的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从今天起，我的心只属于你，好吗？韩佑琛，亏我还想着用股份帮你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竟然背叛我，你还是人吗？我背叛你？你少在这儿装无辜！你不也上赶着爬上了会长的床？哦，不对，是司机的床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这一段是真是学费，一个爬司机的床，一个跪地学狗叫。可不是嘛，还在一起3年了，江家还在脸都被他丢尽了。一个你的下属，真是无聊。真是聒噪，收了钱还这么不消停。阿彪，把韩少爷请出去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对你的心苍天可见啊！江直月，再怎么说，韩氏集团在江城的地位首屈一指，你敢这么对韩少，也不怕被韩家收拾？都是你！你抢了我的男人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来人，给我动手！就现在！曲小姐的，给我打！还有谁？有胆你就来！一群废物，都给我滚开！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参见会长。他们叫你什么？会长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罗刹会的会长，这怎么可能？江直月，你别在这装神弄鬼！就凭你一个被扔出去的野种，也敢冒充会长，就不怕他老人家真的来了饶不了你吗？没错，霍老大，怎么连你也跟着他胡闹？时间不早了，快把真正的会长请出来吧！你们真是瞎了眼！站在你们面前的，一直都是罗刹会的会长江直月。15年前，会长被送进罗刹会，九死一生，凭自己的本事一步步爬到今天的位置。你们江家有什么资格质疑他？你们不是一直想找罗刹会的会长吗？现在，我就站在你们面前。竟然是真的，小月，你看看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没想到我江长青的亲生女儿，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刹会长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是啊，这么一来，投资的事不就解决了？好妹妹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是啊，姐姐，怪不得名单上没有我们家，原来是你特意给我们准备的惊喜啊！刚才不是还要打死我吗？你们的脸变得还真是快啊！江长青，15年前你亲手把我塞去帮派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你亲生女儿？不是的，是误会啊！那时候爸也是没办法。那天下着雨，我抱着你的腿哭，求你不要赶我走，你怎么做的？你一脚踢开我，转身进了屋，把门关得死死的。那年我才6岁，
江琛，小野在学校被欺负，你不仅不管，还跟着一起羞辱他。你打过他多少次？你骂过他多少回？这些事我一桩桩、一件件全都替你记着。你什么你？为了在江家站稳脚跟，助纣为虐，和江可心一起施暴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姐姐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对吗？我可是你的亲妹妹。亲妹妹，江可心，你最该死！你冷静，冷静！我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，我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你不是不懂事，你只是坏，天生的坏，骨子里的坏而已。小野的死，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他站在桥边跳下去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庆祝吧，庆祝终于少了一个碍眼的人。庆祝终于没人跟你争了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你们3个，一个比一个恶毒，一个比一个无耻。小野的命就是被你们一脚脚踩碎的，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沾着他的血。小月啊，你给爸爸一个机会，爸爸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好吗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弥补，我不稀罕。今天当着各位宾客的面，我江直月以罗刹会会长的身份宣布对江家的彻底清算，江氏集团全部清算收回，归罗刹会所有。这3个人统统逐出江城，自生自灭。清算收回？不，那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你不能这样。爸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爸爸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我亲生女儿啊，你不能这样对爸，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呀，你这样是会遭天谴的。天谴？你们逼死小野的时候，天谴在哪里？你们把我扔进罗刹会的时候，天谴又在哪里？从今天起，江家不存在了。江直月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等好死！我错了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江直月，你这个不孝女！拜见会长，会长英明。小野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姐姐说到做到。哥，太过分了！他竟然要把我们扔出江城，爸如今被送到医院抢救，生死无兵，我们也落得这个下场。他抢走了我们的一切。谁能想到江直月竟然是罗刹会长？这下再想收拾他，可就难上加难了。可我就是不甘心，都是江家人。凭什么他高高在上，我们却像狗一样被赶出来？我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哥，你看，那是江直月的车队，他这是要去哪儿？跟上去。宋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没想到你们姐俩这么久没见，如今竟是阴阳两隔。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呐！是啊，15年没见，我等了15年，等来的却是这一捧灰。小野，姐姐把你安顿好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。你在这里好好的睡上一觉吧。星野小姐啊，你从小就命苦，在江家受尽了委屈，现在好了，大小姐替你出了这口气，你在天上可以安息了。兰姨，这次多亏了您及时给我消息，不然江可心的那些下作手段，我可能还真的没办法提前应对。大小姐，您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一个老婆子能帮上您的忙，那是我的福气。只要您平平安安的，我就放心了。兰姨，留下来吧，以后我来孝敬您，给您养老送终。大小姐，您的好意我心领啊，可我在乡下还有儿子儿媳，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兰姨，据我所知，您的那个儿子对您并不好，有这事儿吗？真是见笑了。再怎么说，那也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我一个下人，哪有资格挑三拣四？能有个窝待着，有口饭吃就知足了。好吧，我尊重您的想法，但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想回来，我随时都欢迎。大小姐，您这份心，兰姨记住了。走吧，我现在就派人送您回家。原来江心野就埋在这里。江直月对他倒是真好，可惜江心野那个窝囊废，活着被人欺负，死了也不过是一捧灰。江心野，你死了都不让我安生！要不是你，江直月怎么会回来？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都是你害的！没错，
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你倒是安安静静躺在这儿，凭什么？哥，要我说就把他的坟刨了，让他死了都不得安宁。江星野，你活着的时候被我们踩在脚下，死了也别想清静。要怪就怪那个江之月。等等，可心，你刚才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什么？江之月说，是兰姨及时给了他消息，他才提前知道你的计划。所以说，是蓝衣那个老东西搞的灭。对，就是他！我就说江之月怎么会提前知道我们的每一步，都是蓝衣那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干的。是他毁了我，我被老男人羞辱，被佑真哥背叛，被抢走一切，全都是因为他告密。可恶，我动不了江之月，还动不了他一个老奴才吗？说得对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算账，这件事没完。会长，兰姨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城南最豪华的那栋别墅已经替兰姨买下了。她绝对想不到，您竟然准备了这么一份大礼。兰姨为了我和星野操心了半辈子，在我们心里，她就像亲生母亲一样。虽然嘴上说着不用，说住不惯城里，但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那个儿子。我派人打听过，他儿子叫陈柱，是个不务正业的村痞，整天无所事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把他儿子也安排到城里，找个正经工作，别再让兰姨操心了。明白。过了桥就是玉山村了，10分钟。好，再开快点。哟，这么稀罕，妈回来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在家等你好几天了。妈，听说江家破产了，真的假的？是出了些事情，大小姐回来了，把江家收走了。那你呢？你从江家出来，有没有拿到遣散费，或者顺点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？那种大户人家，随便一件摆设都值好几万吧？对呀，你在那干了20年，多少有点好处吧？别藏着掖着了。你们想什么呢？我是去干活的，不是去偷东西的。那好歹在江家干了20年，应该攒了不少钱吧？赶紧拿出来，我们帮你存着。攒钱？我每个月的工资不是全都转给你们了吗？这个月的工资就剩这些，你们省着点花。就这点儿，老东西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不是在江家享福吗？怎么回来就带这点钱？该不会是藏起来了吧？你们说什么呢？我每个月都给你们打生活费，钱呢？都花哪儿去了？花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一个老婆子管那么多干嘛？既然好好说话你不听，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我上次就告诉你，再赌我就跟你断绝关系。断绝关系？你一个穷老太婆，除了给我添乱还能干什么？老子要不是你儿子，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亲妈？亲妈？有钱才是亲妈，没钱你算什么东西？说，江家倒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拿钱回来？今天不说清楚，别想出这个门。放开我！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就别装了，谁不知道江家大女儿跟你的关系好？她随便撒点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。我看你就是独吞了。老东西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钱在哪儿？你敢打我？我是你妈呀！妈，你配吗？要不是你把我生在这个穷地方，我说不定已经是富二代了。打死这个老东西！必须让他把钱吐出来！那好像是江家的车。大小姐，是大小姐来了！大小姐，
你们怎么是你们？怎么，该不会以为是江直月那个贱人吧？吃里扒外的老东西，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到头来竟然帮着那个野丫头来对付我们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？我们现在无家可归，你躲在这儿享清福，走吧，这笔账今天我们好好算。站住！你们谁啊？这是我妈，要打要骂也是我来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滚开！耽误了我们的事儿，你担得起吗？我算什么东西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这玉山村可都是我柱哥的人，你们敢在我家撒野，信不信我喊一嗓声，马上把你们俩活埋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们想把人带走，总得给个说法吧？空手套白狼，做梦呢！你想要钱？兰姨，你养的这好儿子还真是孝顺。这个数30万，人你们带走，我当没见过。妈的，小子你还真敢开口！哥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们是来带人的，别跟他们起了冲突。这块表是我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，虽说不是什么天价，但卖个10万块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你让开，它就是你的。哼，这块表值10万块，行，成交。两位老板，你们请便，我妈就交给你们了，怎么处置都行，爱带哪儿带哪儿。是啊，以后她跟我们没有关系。珠儿，你说什么？我是你妈，你就这么把我卖了？老东西，没想到还挺值钱，死了正好，给家里省一口饭吃。快带走，快带走！老公，10万块，那我们岂不是发了？珠儿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哪有你这么对自己亲妈的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！吵死了，快走快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你们放开我，我不走！又是谁呀？去，开门去。你们找谁？请问兰姨在家吗？不在，你们找错地方了。会长，你看那边，兰姨的包，她来过。你们干什么？私闯民宅啊！救命啊！柱子，你快出来！妈的，谁呀？敢踹老子的门，活腻了是吧？哟，哪来的小娘们和小白脸，敢到老子地盘上撒野？信不信柱子哥我叫人把你们收拾了？赶紧滚！你手上那块表哪儿来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老子自己的东西。那是江可心的表，她刚才来过。蓝衣人呢？你谁呀你？管得着吗？再不走，老子不客气了！疼！松手！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是江家大小姐。江家大小姐，那个老东西提过你，就算你是江家人又怎样？那也要讲王法，这是我家，赶紧给我松开，不然我可要叫人了。除了江家大小姐，她还是罗刹会的会长。你要是再不说罗刹会的手段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罗刹会，你竟然是罗刹会会长！我再问你一遍，兰姨在哪儿？会长饶命啊！我说，刚才来了一男一女，把我妈带走了，刚走没多久。往哪个方向？东边，往山上那条路。火啸，上车，追！他们追上来了，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哥，开快点，再快点！会长，他们不要命了，这种路还敢开这么快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追上他们。是。妈的，根本甩不掉啊！那就撞他们，把他们撞下悬崖！你疯了，这是山路。会长，前面是断崖路段，路窄，可以逼停他们，但风险很大。那就撞上去。会长，我说撞上去。他要撞我们！他要撞我们！快躲开，躲开！不好，来不及了！车子卡住。下车。
小姐，江可心，放开他！我不放！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的家、我的钱、我的男人，全被你毁了！我今天就算死，也要拿个垫背的！你们敢动蓝衣一根头发，我让你们两个死无全身！来啊！反正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拉上这个老东西一起掉下去，值啊！别过来！我说了别过来！你再走一步，我就松手。他掉下去可就没命了。江直月，你不是要这个老东西吗？好，拿东西来换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的一切，你的罗刹会，你的钱，你的地位，全都要。不然我现在就把他推下去。大小姐，别管我。对，把罗刹会交出来，否则今天就是他的末日。你们疯了！罗刹会也是你们能觊觎的？我不管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反正一无所有，拉个垫背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说什么？你答应了？这是罗刹会的信物，见令如见会长。你想要就自己过来拿。你别想骗我！蓝衣在你手上，你还怕什么？还是说你连过来拿的胆子都没有？大小姐，别管我了，您不能为了我把罗刹会交出去，这些畜生不配！闭嘴，老东西！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下去？蓝衣，在我心里，您比罗刹会重要。这样，我亲手递给你总可以了吧？数3下，你放开蓝衣，我把令牌给你。1，你别耍花样。2，站住！别过来！3。妈的，你敢耍我们！你干什么？松手！可心，救我！你放开！你拉着我干什么？你放手！我们是七兄妹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！可心，你没事吧？哪有你这么当哥的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拉我，怎么会掉下来？怪我？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也是为了配合你，不然我才不会掉下来。我呸！明明就是你！你们两个还真是一对活宝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姐，我错了，拉我上去，求你了！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把我们拉上去，一切都好说。我们马上滚出江城，再也不回来了，真的。你们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，这棵树能不能撑住，就看你们的命了。蓝姨，你没事吧？是我们来晚了。大小姐放心，我没事。蓝姨，快送蓝姨去医院！江之月，你不能走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啊！你不能好死！江之月，你见死不救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大小姐，蓝姨，您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医生说您身上有旧伤，加上受了惊吓，需要好好养着。对了，二小姐的墓，您放心吧，我都收拾好了，小野再也不会被人打扰了。至于您，还是好好养伤才行。大小姐，蓝姨这条命是您救回来的，您为了我，差点我怎么还啊？您不用还，您为我们姐俩受了半辈子的苦，该还的是我。江可心他们两个找到了吗？真是奇怪，我们搜了半座山，可还是没有找到。同步一下新的病例，病人江可心疑似高处坠落，被登山队送来的，初步判断为粉碎性骨折，现在干预或许还能保住命。还有这个病人和江可心送来的，看样子他只能造以后也下不来床了。我记得他们父亲江长青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，这一家子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3个全躺进来了。现在像是知道他们都在哪里。天道好轮回啊，做了坏事迟早要还的。那接下来您有什么打算？回罗刹会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是。